家好，我是司机 E， 太高兴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司机 E，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关于妻母非母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在这里姑且称她为张阿姨。那她在我心中一直都是一个好妈妈的代表，但同时随着我的女权觉醒，我开始觉得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妈妈。那原因就是这4个字，妻母非母。那这位张阿姨，她是我妈妈的好朋友，甚至在我出生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很好了。为什么我会觉得她是个好妈妈呢？可能是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一些小事，让我觉得她真的很关心她的女儿。比如我小时候去她家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喝的牛奶跟我自己在家喝的是不一样的。后面我才知道，她其实经常去当地的奶牛场打一桶最新鲜的牛奶回来，就是刚刚挤出来的那种，然后她回家就会自己在厨房里面煮。这样煮出来的牛奶，她说是对小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更好的。所以我每次去她家喝牛奶，她会给我和她的女儿都各打一大碗，我就根本喝不完，因为在家里面可能喝的是包装的，可能就250毫升这样子，但是她女儿喝的就恨不得是700毫升的一大碗。所以说每次她女儿一口气喝个精光的时候，我就很震惊，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可能没有很关注到这一点，甚至是我青春期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关节酸痛，我长大之后我才知道那其实就是缺钙。但是好像她女儿就没有这种问题，而且每天早上她还会在大家睡觉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去播那种很欢乐很有活力的歌曲，在歌声中她会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说起床啦起床啦，然后把我们2个叫起来，让我们2个一起去说出门去公园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他又会拽着我和他女儿一起去打羽毛球，或者去散步跑步之类的。而这样子做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在他们夫妻俩每个人都是平均1.7米左右的身高，他的女儿居然长到了1.8米。我就很羡慕这个妹妹，因为她的妈妈很注重这些营养还有运动，所以说她就能长得很高，突破了所谓的基因限制。现在网上很多人他总是说女人注定不如男人高之类的，我就很讨厌这种说法，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亲身的经历。那我这个妹妹她就是通过狂喝新鲜牛奶狂运动，她就长到了1.8米。还有我觉得这个阿姨是一个很温暖很优雅的人，她对女儿的这种喜欢感觉是好像就是满都快要溢出来了那种感觉。因为我记得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去她家玩，我会发现她在写一个东西，她就跟我说她其实是在写宝宝的成长日记。然后她跟我说是从宝宝出生的第1天，甚至是从她怀孕的时候就开始记录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应该才小学吧，我就感觉到哇，怎么还有这种事情？我妈妈为什么不写我的成长记录？我也想知道我小时候1岁2岁的某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张阿姨她就会去做这种事情，因为她觉得小孩子成长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意思。就可能现在对于很多宝妈来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但是那时候才是90年代啊。我就觉得哇，她的想法好温柔，甚至这也是让我觉得以后我要是有了小孩，我也要每天写这种宝宝成长日记，我也想每天给他拍一张照片，然后看他每一天的成长。而且张阿姨她还会给女儿去买很多的绘本。后来这个妹妹长大之后，她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阿姨也会很支持她，给她买了很多书，带她去很多地方玩。而且因为我经常去她家玩，我也会去看她的书柜，我就发现这个阿姨她买了很多教育方面的书，她就是很用心想要去经营她跟女儿的关系，她想要去做一个好妈妈。后面我大学毕业之后，正好这个妹妹她也是要高考了嘛，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我就从我妈那里听说她去陪女儿高考了，后面女儿也是考到当地的学校，所以说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了。结果毕业之后，这个妹妹她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她想要去做她自己兴趣的东西。这个阿姨也非常非常的支持，她就说那没关系，我们也不愁你赚这1-2年的钱，你就在家里面自学你喜欢的专业，然后你到时候去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就听到这里，是不是你会觉得这个妈妈真的不错，我也想成为她的女儿，或者说做她的女儿很幸福之类的。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小时候有的时候我妈骂我，或者说我跟我妈的关系不好，我就会想，为什么我的妈妈不是张阿姨啊？为什么我妈是我妈？
所以我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中很多年，我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直到我女权觉醒之后，我觉得很多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就包括对她的想法，我真正的从一个女本位、母本位的角度再去重新观看她的行为，我就会发现，其实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好妈妈。首先，我不是说她之前的行为做的不对，我知道现在也非常支持她，比如说给女儿喝牛奶、带女儿运动，或者支持女儿的教育等等，这些东西肯定是没问题的。而真正有问题的是什么？是她对她老公的态度，以及她让她女儿对她老公的态度。那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你的妈妈她除了是你的妈妈之外，她还有一个更先的身份，就是她老公的妻子。她在成为你妈妈之前，她先是她老公的老婆。我这位张阿姨她也是如此，她非常爱她的老公，但是你知道，当男人的事业有了一定的这种发展之后，可能就对自己的曹康之妻不那么满意。那我这位张阿姨呢，她也是为了不想离婚，而且也确实是女儿那时候要高考，所以说她就决定远离这种纷争，不想离婚，但同时呢，她也要做一个好妈妈。所以说她的目的其实除了陪伴女儿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逃避她婚姻的问题，以维持这段婚姻。后来她老公年纪大了，你知道男的嘛，身体不好了。不令我意外的是，这位张阿姨呢，非常高兴的接纳了她的老公，在她老公身体不好的时候，任劳任怨的照顾，甚至是照顾她老公的妈妈，也就是她的婆婆，对吧？就是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也是用很俗的驴扛顶、驴爱顶的故事，对不对？但这些东西就可能说起来只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吧。直到有一次，我真的是亲眼看到了她对待她老公的态度，以及她让她女儿对待她老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就还是有一次我去她家玩，我看她拿一个针去弄一个红枣，桌上铺满了红枣，她在用针去挑红枣，好像我就说你们在干什么？她就说因为她老公好像是什么心血管吧，还是什么东西不太好，她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偏方中医的那些东西，说红枣是补气血的，可以对她老公的身体这好那好的，但是干红枣外面的皮是不好的，会引起痰还是怎么样，然后里面的核也要去掉，她也不放心，就直接买那种枣肉，她觉得可能外面有一些科技鱼很活，她就买了很多很多的干的红枣，她自己在家里面把这些红枣用针把所有的皮挑掉，把核给去出来，然后把红枣的肉专门放在一个罐子里面，她就这样子，我看已经摆了好几罐了。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做也就罢了，问题是我那位妹妹她也坐在旁边，也在那里用针挑红枣。我当时就心想，我跟我妹就对视了一眼，我说这个他们在干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妹都已经女权觉醒了嘛。然后我就在想，你自己做也就罢了，你为什么让你女儿做这个事呢？其实她女儿看起来是很不高兴做这种事情的，就很不耐烦。她还说这个东西对她老公好谁谁谁，就是这个女儿你要平常要多照顾你爸爸嘞之类的我跟我妹听了，两个人就整个人都是觉得怎么是这样子的？我们两个以前都觉得这个阿姨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但是你怎么就是你自己当了也就罢了，你让你的女儿也当小驴吗？你女儿现在还没有自己的老公，你就让她先给你的老公干活嘛。最搞笑的是，她老公居然在旁边并没有感恩她的这种行为，反而在旁边一脸嫌弃的说，哎呀，都跟你说不要搞这种东西，你在网上看的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你不要再搞啦，这些东西没有用，我不吃，我不爱吃红枣。结果这个张阿姨还在那里很心平气和的安慰她老公说，没事，你不用管，不用你弄等我把这些东西弄好，然后我再给你做这个酱或者这个粥吃，你吃这个对你身体好。就你知道这个场景就好像家庭伦理剧一样，很荒谬。我跟我妹在旁边就都愣了，就怎么有看过这种场面？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位女主角还是我们一直非常喜欢的这位阿姨。
所以说回家之后，我跟我妹2个人也讨论过这个事情。我说，哎，驴就是驴，就是它看起来再是一个好妈妈的形象，但是它先是一个好驴。它如果不是驴的话，它可能都不想生这个小孩，对不对？所以说，也许这就是驴顶爱情故事吧，是我们自然女永远不能理解的驴顶情趣吧。过了几年，我就出国了嘛，后面我们就很少有跟他联络。但是在前2年的时候，中国当时出了一个跟女权跟政治都有关系的新闻，就是铁链女的事情。在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接到了这个阿姨的电话，她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去问我关于怎么出国，还有国外的生活等等。我当时还很疑惑，我说她怎么突然开始问这些了？他才告诉我，原来他是看这个铁链女的新闻，他会担心他20多岁的女儿也可能在中国碰到这样子的困境。那不管是不是就是这么极端的困境，但至少他觉得生活在中国是不安全的。在那个时候，我又会觉得，哎，其实这个妈妈还是挺好的。但是我又想起来，她之前做的这种事情，就让我非常强烈的意识到妻母非母这4个字是真真实实出现在我生活中，不光出现在我妈身上，也出现在我非常亲近的阿姨身上。你说他们爱女儿吗？他们确实是爱的，他们也愿意去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女儿，或者说给出自己的资源，让女儿好好的长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女本位的角度来说，他们却没有办法给女儿做到一个好的榜样。后面这个女儿到底出国没有呢？他们没有出国，就是因为这位女儿，我的这个妹妹，她是不愿意的。她跟我说，就妈妈说的越多，关于国外怎么好啊，中国怎么危险，她就越反感，她反而会有一种叛逆的这种想法。她妈妈其实说的是对的，那她为什么不愿意听？我个人认为，就是他没有从内心深处去尊重他妈妈，去认同他妈妈，因为他在他妈妈身上看到的就是他妈妈在他爸爸面前的这种软弱，这种在男女关系中，或者在家庭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他没有给他做出一个真正强大的榜样。女宝都是慕强的，他们不是说多喜欢爸爸，或者说多喜欢哪个国家，或者多喜欢哪个男的，而是因为他需要在他成长的环境中看到一个真实的、强大的、智慧的女性，能给他做出一个榜样。如果没有的话，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寻找其他能够保护他、能够去让他觉得有安全感的人。那事实上，后面这个妹妹也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结婚，可能也是因为她在她妈妈身上看到了她不想参与的这种男女关系的范本。这个事当然是很好，但问题是她因为没有接受过一个系统的女权思想，所以说她又会去服美役，又会去追男性。就我觉得这种事情在我们的这个现在当前的社会是很常见的。很多女生虽然说她没有去沾男，或者说没有去为男的真的当驴，但事实上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母亲的榜样，没有一个真正大女人的榜样，那导致她其实对自己、对女性、对社会就很多思想她是割裂的。比如说这位妹妹，她作为一个快1.8米的大个，然后学历又很好，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这么优秀的女生，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强壮、很自由，然后她也可以有资源在全世界自由生长的一个自然女宝，但是她却还是在中国这个洼地的环境下迷茫，甚至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迷茫。我这个张阿姨的故事，她其实可能不光是她一个人的故事，也许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们听到这个阿姨的故事之后，你会想起你身边不管是很亲近的还是你听说过的一些事情。其实这样的案例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是处处可见，就是因为很多女人她又想去做一个父权社会下这种名义上的好妈妈，她会想去给女儿这种照顾，但事实上我们自己作为女儿又没有办法真正从内心深处去尊敬她们，又看着她分裂的模样，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到分裂。我觉得就母亲对女儿的这个影响不仅仅在于她是怎么样去对待孩子，怎么样去爱孩子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要看她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对待就是这个男权社会，或者说这个男权家庭。如果一个母亲她除了母亲的身份还有一重妻子的身份，她就很难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心力都给到自己的女儿，或者说给女儿做出一个完整的榜样，反而把这样的资源和精力和关注都给了她老公，还让她的女儿也去如此对待她的老公。换种方式说，也是打压了女儿的成长。换做以前
我看到张阿姨的这种行为，我会觉得很迷茫，我会觉得很分裂。但是现在，因为我已经女权觉醒，而且我能够去女本位去看待他们的这些行为，重新的去分析他们这些行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用4个字来说，就是妻母非母。当她已经是妻子的时候，她就已经注定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母亲，一个真正的母亲。她对她女儿本能的爱意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她作为妻子给她的女儿的伤害。我这位妹妹她还没有女权觉醒之前，她可能永远都会在迷茫，为什么她妈妈是这样子的。我也希望她能够早日去觉醒，她能够早日听到很多，不光是我，就是这些女权姐妹的声音，能够明白这个家庭的真相，这个男权世界的真相。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听完这个故事有任何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